菲律宾在多次强闯仁爱礁失败后，美军上将表示将会出兵帮助菲律宾。来看详细情况如何。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在上月底时，菲律宾一艘带着西方国家记者的海警船想要强闯仁爱礁海域搞事，不过被正在此地值守的我国海警发现并拦截，双方在仁爱礁海域发生了对峙，最近距离仅为36米，都快撞上来了。不过虽然菲律宾这艘海警船带了大量的西方记者，但由于我国海警船的武德充沛，菲律宾的这艘海警船最终被我国驱离，让菲律宾行动失败不说，还在这么多西方国家记者面前丢了面子。在这时，美国就帮忙出手了。由于菲律宾对美军开放了9大基地，让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冰点。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美国自然也得表示一下。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帕帕罗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由于中国经常干扰菲律宾对在仁爱礁的船只补给，这些行为在大家眼中看来显然是违法的，所以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帮助菲律宾对仁爱礁的船只进行补给，并以此来阻止中国在海上的挑衅。也就是说，现在想要强闯仁爱礁的不仅仅有菲律宾海警，就连美军都加入到了队伍中。以后菲律宾海警想要派出舰艇往仁爱礁给那艘在岸边搁浅了几十年的破船加固时，美军也会为其在一旁保驾护航。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我国海警的压力可能就大了。在这之前，我国海警能够做到让菲律宾海警来多少次就失败多少次，那是因为我国海警的实力过于强大，仅10000吨级别的巨舰就有好几艘，再加上其他军舰更是换装上了76毫米舰炮，在火力上要数倍碾压于菲律宾海警，这才让菲律宾海警每次都无功而返。实际上，菲律宾在之前的日子里往岛上送补给，我国都是以最低限度进行放行的，至少不至于让岛礁上的菲律宾人饿死。对于现在禁止菲律宾海警靠近岛礁，还是要归功于美菲之间的勾结。之前菲律宾送补给是为了给岛上的士兵一些吃的，现在可不同，摆明了就是送钢筋水泥，想在岛上造个军事基地，我国自然要阻止的。而如果说美军要对往仁爱礁靠近的菲律宾海警护航的话，只有2种方式，海军和空军。空军这块，美军从周边基地出动战机进行支援，在海军这块上，美军可以出动舰艇编队。不过按照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的话来看，出动海军舰艇进行护航的可能性更大。像出动战机的话，美军的 F-35 完全比不过我国的歼20，而海军不同，海军虽然我国舰艇数量是世界第一，但综合质量暂且不如美国。美国海军目前吨位还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并且在全球都有海军基地，可随时对菲律宾支援。一旦美国出兵帮菲律宾护航的话，那么我国海警可能还真顶不住。毕竟海警可没有配备那么多强大的火力，顶天了就是个76毫米舰炮，对于美国海军来说，这是完全不够的。不过真要是美国出兵掺和进来，那么负责执行驱离任务的就不是我国海警，而是解放军了。毕竟术业有专攻，在对付美军这事儿上，还是交给解放军比较好。如果说解放军来支援海警，空军方面这点不用担心，歼20的性能可不是吹出来的。海军方面虽然在质量上不如美军，但美国的海军分散到全世界上，能够前往南海的并不多，并且大多都是老旧舰艇，所以我军照样能够形成区域优势。如果说到时候美军真的护送菲律宾，并与我军发生对峙的话，那么在岸上的火箭军已经在南沙岛礁上驻扎的导弹部队也会加入到支援海警的队列中，必要时完全能对美军产生强有力的威慑。而有了海军加入护航的仁爱礁，将会对美菲形成更大的震慑。除非说美军能够下定决心与解放军爆发直接冲突，不然的话，这个所谓的为菲律宾舰艇往仁爱礁上运送补给进行护航，只会成为一纸空谈。
但以美国的风格看，冲在前面对付中国的绝对是美国的盟友们。因此可以想到的是，美国这是又在给菲律宾一个心理暗示，让菲律宾认为自己在背后有美军撑腰，想做什么就大胆的去做就行了。真要是出了事，美军拍拍屁股撇干净走人也不是没可能，毕竟也犯不着为了个菲律宾把自己搭进去。